所知，你仍在温柔等着，来献上承受。那引起我去祷告，其实是主要有一个事件，就是在那个暑假当中，我也儿童夏令营结束后，我又带了大学生做了一个去外地做一个退休会，然后走在那个夕阳，走在海边，那第一天到的晚上，走在夕阳的海边上面，哇，那风景真的非常的好。那突然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想法蹦出来，我自己都吓了我自己一跳。那个想法就是，如果这时候薛仁能够站在我旁边，跟我一起去看这个美景，那有多好！我自己突然也被自己这个想法吓到，想说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想呢？那是我对他第一次发现，说我对他的感觉不只是一般，就是说很 impressive 啊，他是一个做组织学老师的料，很有能力、很有才干而已。我觉得我希望跟他分享我生命当中觉得美好的事物。那这时候我就开始问上帝说：那上帝真的是他是你为我所预备的另外一半吗？还是我自己想太多？这个景色太美丽，今天的夕阳太美好，自己多善感起来了呢？那个时候，上帝给我的回答非常的有意思。上帝让我读到耶利米书32章，上帝对耶利米说：看啊，你叔父的儿子，就是他的侄子，要来跟你求你买他的那一块田，来赎回那一块田。那时候耶利米是被西底家王监禁在囚牢里面的，那上帝就说：你要去买这块田，然后买完以后把这个田契呢放在这个箱子里面、盒子里面收藏起来，作为70年后我带领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回归的一个证据。好，耶利米已经知道即将国破家亡，这时候买田置产是非常不合理的一个决定、一个做法。可是上帝他顺服上帝，他就这样去做了，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的好处。那时候我也是觉得说，上帝啊，这个故事好像不太适合现在我问的问题。70年，我已经30岁了，我没有办法等70年啊，耶利米也没等到啦。那这到底啥意思呢？这个此话甚难，我实在不能够完全明白。但是从这一段故事中，我觉得上帝你给我2件事情，第一个是你要我等，希望不是等70年啦，但是第一个就是要等。第二个呢，就是要在还没有得到那个真的应许没有实现之前，我要先付钱买那块田嘛，要先付代价，所以在等的过程当中就要先付代价。那这是我想我从上帝给我那段话当中，上帝要我做这2件事情，那我就学习顺服啦。那时候其实有很多的追求者在追求薛仁，不乏这工程师啊，刚才讲到的，还有医生啊。那我只是一个穷神学生，穷这个实习传道，说实在的，也没有什么太多外在的竞争优势，但是我就学习说，上帝，我顺服你。我虽然不知道未来会是怎么样，但我就是等，还有在这过程当中就是无条件的做他的朋友。所以他有时候会跟我谈说哪个男生又约他出去哪里吃啊，吃牛排大餐等等。哇，听了又要做最好的朋友，可是心里面又酸的跟那个醋坛子全部都打翻了。哇，这个心里其实是蛮不是滋味的但是呢，我就学习顺服神，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等待跟去学习去做他的好朋友那就看到一个一个追求他的人都被他三振出局了。那我这个朋友呢，就不会被三振，一直都倾听他的各种的对一个男生的哪些男生怎么样啊，走路过马路不帮他提东西啊，或者自己走在前面不等他，我就马上记在我自己心中的小抄里面这些点不能犯。说他最讨厌男生拉他去运动，逼他去运动或者去做一些户外活动可以，我记下来，知道这些地雷不能踩。万一以后我有机会的话，跟他约会
不要做这些以上这些其他男生其他追求者犯的错误。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成为他最好的朋友，一方面我也在等待上帝顺服神，一方面我也在学习怎么跟他相处，知道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那我觉得这对后来我们真的很认真开始要谈感情的时候，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已经是对方最好的朋友，然后以至于我们可以在谈感情的时候，我们虽然还是有很多的冲突，但是我们有办法克服这些的冲突，最后走入婚姻当中。哇，太精彩了啊！没想到牧师啊，您这么年轻的时候还真的很有心计啊，马上就是拿小本子可以记下来，这个你所心仪的女孩子她哪些方面是害怕碰触的啊，怕受伤的所以呢，其实在这当中真的学了很多功课。那也就是说，当我们要去爱一个人的时候，要真心的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知道哪些方面我们是需要做出牺牲的可能也许对于雪伦师母来讲，她喜欢的东西你未必喜欢她爱的东西你未必爱，但是为了爱她这个人，你也心甘情愿的去记下她所喜好或她所不喜好的东西。这个给我们年轻人有很好的提醒所以爱不仅仅是一个我要得到它，更重要的是我怎么样来付出，我怎么样来牺牲我自己去拥有这个爱好，那接下来也是想请师母你聊一聊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那一次特别的说到，在你的心中有一个声音说，不是那个在网上认识的那位男士。那接下来之后，你又怎么样来进行你接下来的爱情长跑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其实我们自己并不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或是不知道自己适合的是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有很多追求的人，但是你会发现我自己以往以为自己喜欢或欣赏的是那种很有主见的呀很有个性的很超级积极进取的啦后来真的这样的人来到我的面前，比如说那个纽约的工程师我就发现说哎呀，我们真的是强强相碰因为我自己的个性也很固执，我也很有自己的主见的我虽然有一些讲话没有那么大声，但是我决定的事情，我的立场清楚的话，我是不会轻易动摇的那我就告诉他说我祷告了那其他的这个牧者他们的回应也是不适合，我自己也这么觉得这么的，然后我心里有那个声音也是这样告诉我，哇，他不愿意啦，不认同啦，哇，就开始死命的想要扭转我的观念提出各种的证据想要反驳我，就越搞得我很反感我就是你硬要跟我相蹦，那再加上我父母他们的婚姻，我就发现他们两个都是个性很固执很有主见的人，这样相蹦最后就是两败俱伤我就意识到说我自己认为我会欣赏的人可能不是最适合我的人，可能不是。那相反的呢，这个那时候遇到宋恩牧师传道嘛，他就是很这个淡如水，他的个性很怎么说呢，就是就像水跟空气一样，就是好像在那里，你又很重要，但是你又不感觉他很抢眼他不是那种一下会吸引人注意的那样的人那我记得很有意思，我其实对所有来追求我的人，我就讲一个要求，说咱们先做朋友那很多男生听到这句话就跑了嘛，一看起来就是很难搞，这个要长期抗战的就不愿意了这个付出太久没有回报，这个不是速战速决型的，他们不愿意那我就这句话就可以把很多人就打跑了，对不对？我那时候就有一个心态，就是自己渴望爱，希望有个好的婚姻，就是很渴望被爱，但是又不相信自己会得到爱，然后呢就用这种半推半拒，就是咱们先做朋友，我也没有拒绝你，我就
撑在那边，我看你能不能撑得住。很多人根本就撑不住嘛，对不对？就跑了嘛。那我就说啊，那就没办法了。所以自己有一点这种不自觉的在拒绝别人，但心里又很渴望，这种很矛盾的状态。我是不知道我自己在这个状态的啊，但是神知道。所以我觉得神也很有智慧哦，给宋恩这么样的一个策略，就是你等，不等还真是对不对？谁拿几个企图比较强的哈，我就开始1、2、3挑毛病，然后就出局啊，这个不行，出局啊，尤其那个缠得太厉害的。我有时候就会跟宋恩抱怨，因为他是传道人嘛，而且他又说他要出国了嘛，我就觉得这个朋友不错哈，又一是传道人，第二以后就出国了，所以咱们生活也不会有交集啊。有时候有一些就这个人怎么这样那个人怎么这样啊，就不太适合什么的，我就会跟他倾诉。反正他说他是朋友嘛，对不对？他也很认真的执行朋友这个立场就是有点黏又不会太黏然后呢，老是在那边做你最好的这个垃圾桶倾听的对象，但是又不给我什么压力。我觉得回头看看神很聪明，他把这个空间打开来，然后让我们可以有一段彼此了解的时间。求你用我做你的器皿，将你的爱分享。